相机现在有点烫，手。这里是成都的兴隆湖，之前2次来这里拍摄都没有走完全程。今天我决定绕着湖完整的走一圈，看看能不能拍到什么满意的照片。地图显示这一圈大概有9公里，走走停停可能需要5个小时。现在是下午2点半，到天黑应该来得及。我准备了一瓶茶来提神，还有一瓶水用来解渴，还有2包饼干用来补充能量。虽然这路上有自动贩卖机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正常工作，所以我就自己带了。相机我带了2个，一个是徕卡，另一个是我的尼康。然后因为天气比较热，我担心锂电池可能续航不太给力，所以我就多带了1颗电池。现在的气温是37度，今天最高气温是38度。不重要，我戴了帽子，还有这儿冰袖，感觉这玩意儿应该是女人戴的东西。丫头，有点色情，有点羞耻。开杠。撑起来了，完蛋了。之前每次拍摄结束，我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，身体很疲惫，有时候脚趾头会因为脚趾甲没有及时修剪而被磨破。
但心里却通常很快乐、很轻松。虽然这时候我通常还在回家的路上，还没有回看照片，还不知道这一天有没有拍到自己喜欢的作品，但我就是感觉到很愉快，像捡了很多果子准备回家的猴子一样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用相机捕捉我喜欢的一切画面，越拍越兴奋。我甚至不想让这个状态停下来，希望拍摄不要那么快的结束。类似的体会发生在我从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。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晚上，我同屋住着的另外一个同事去上夜班，通常是凌晨1点下班。那晚我在看《百年孤独》这本书，范晔翻译的那一版。当时为了看明白里面的人物和人命关系，我特意在网上找了一个人物关系图对照着看。那晚我已经看到结尾部分了，我决定一口气把这个书看完再睡觉。就这样一个人在房间里看着波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吃掉。当这本书只剩下最后几页的时候，我突然开始有点迟疑，这本书就这么结束了。当时我心里第一反应是，我希望这个故事可以永远下去，至少不要那么快结束。最终我还是把最后那一集看完了。大概10几分钟以后，我正准备关灯睡觉的时候，我的同事推门而入，他下班了。那晚我没有睡觉，我一直在回味马孔多和波恩迪亚家族的故事。那几年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少，下班时间很固定，清闲但又枯燥。除了偶尔和同事打羽毛球以外，其他的时间我都在疯狂地看书。这是当时我能想到的便宜但又方便的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。通常3天一本书，有时候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也看，而且晚上看书比较清静，其他同事躺在椅子上休息，我就在一旁看书，耳边只有机房风扇的声音。早上8点下班的时候，一本书也就看完了。那4年时间里，我完全就是一副屌丝文艺青年的样子，收集了很多音乐、电影，看了300多本书，导致最后离职的时候花了几百块钱打包邮寄那些书。顺丰快递的员工还引诱我办了一张卡，后来那张卡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体会到了看书的乐趣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体会到了全身心投入的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，是很愉快、很兴奋，同时又很幸福的一件事。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认识到，长期坚持一件事情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只要开始了，后面的事情就比较简单。现在我看书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，我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摄影这件事情上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会有身体疲惫的时候，有心情沮丧的时候，但我心里又很享受拍摄的过程，也会为拍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而高兴。这个好像有点分裂，但又是我真实的感受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，有没有心无旁骛、很投入的去长期坚持一件事情的经历？如果有，那你一定是一个幸运的人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再见。